同样的，这位来自神秘势力的明九王讲起灭神府的府主时，也是露出认真之色，就仿佛那位神秘府主的实力更是达到了恐怖的境界领域。的确，看来周元兄也对灭神府的一些事情有所了解了，他们的底蕴和实力极其的庞大可怕，就连老夫都没有面对那府主，都没有把握可以将其击败。就在他们二人交谈间，下方的所有超神势力的强者纷纷呐喊出声，来表达原本对这一场几乎没有胜算的战斗而感到激动欢喜。同时，他们都高喊着元尊以及明九王两位主神的强大，他们可谓是无量神渊乃至于无量神界的救世主。这一次，要不是他们二位大能施展玄奥力量，将那个恶魔封印起来，无量神界怕也早已经落入了恶魔之手。老爹，老爹！一道道发自内心的真实声音传荡而出，雨涵小拢则是第一时间冲到了自己那位元尊的跟前，然后无比的激动，脸上挂着胜利的喜悦。老爹，你太厉害了！周元老弟，你还是当年那个拯救了天元界亿万生灵的救世主，真是不赖呀！吞吞紧跟其后，化为了人影，对着曾经这位周元老弟无比的欣赏满意。吞吞，什么话？我不是一直都是吗？哈哈哈！或许是战斗结束后的放松，周元对他这位曾经以及现在关系极好的兄弟吞吞开起了玩笑。原来这位神界大传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傲，看起来还是非常好相处的。在场的这些神祇纷纷对元尊再次有了新的认识。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敢贸然前去与元尊搞关系，所以他们也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位神界大传奇，眼中皆是对其极其的恭敬和崇拜。我的夫君不愧是最厉害的。就在这时，夭夭那张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上浮现出一抹绝对可以让在场所有男性都对其有着极其可慕之色。虽然夭夭已经是人妻，可是她那绝美的容颜依旧是不减当年，而且更是变得有韵味了。所需这就是一位女人的成熟魅力吧。元尊看着夭夭，敞开自己的双臂，夭夭的脸上顿时有着一抹红晕浮现出来。二人也是在众人那羡慕不已的目光之中拥抱在了一起，感受着彼此之间传来的温度，让得双方都非常的舒服。然后在明九王那很不想打断他们这美好幸福的拥抱，轻咳了几声，微笑道：嗨，老夫还在这呢。看到你们这些年龄比我小上很多的年轻人，让我也回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时期。不过岁月不饶人，过去的事情虽然很让人怀念，但是那些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就连曾经的那个他。而明九王嘴中的那个他，想必应该就是他的爱人了。被明九王打断之后，元尊和夭夭才舍不得的分开。周元尴尬地看了看四周那些投来羡慕之色的目光，然后很快也是让自己的情绪调整了回来。既然这里的危机已经解除，那么他们也该回神元宫了。不过在回去之前，元尊还要做几件事情，那就是将那位被恶魔的魔气入侵体内后，意志被侵占的无量神山之主气运当道，唯元独尊，去吧。话音落下，一道金色的玄奥光束射入了失去意志的无量神山之主的眉心中。那原本变得空洞的眼睛，随着金色玄奥光束进入他的眉心后，直接以最快的速度将其体内的魔气顿时间净化而去，更是让得无量神山之主的气息变得比之前更加的强悍起来。我这是……一道模糊的声音缓慢地从无量神山之主的喉咙间传出，他的瞳孔之中倒影出了元尊的神圣的身影，立马使得刚刚被侵占的意志彻底的恢复了过来。你是……能够让一位9重天位神实力的巅峰天位神都震惊忌惮无比，唯有神界的大传奇超神巨擘势力神元宫的公主元尊。元尊，呵，小辈正是。周元也没有否认，既然对方已经认出来了，那么自己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久仰元尊的大名，我对你极其的尊崇，今日能够一见，真是老朽的一大心愿啊。说着，无量神山之主刚想弯腰行礼时，手直接是拖住了无量神山之主。周元微笑道：前辈使不得，我乃小辈，只是运气好一点，获得了大道机缘罢了。前辈如今实力已经是9重天位神巅峰，虽然你止步于此很久很久，并不是你无法突破，而是你缺一个大道机缘。这个大道机缘可以是自己悟道，也可以是大道机缘出现让你去领悟。以前辈的资质，必定在不久的将来会突破天位桎梏，迈入主神的领域。哈哈哈，不愧是长江后推前浪啊！大纣能够诞生出你这般天资之人，怕也是一名天命之子了，并且你又所修气运之道，日后的实力更是深不可测呀。无量神山之主也明白周元所说的意思，想要突破长久以来的天位桎梏，必须先让自己对大道有着一番新认识。何为大道？大道又是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自己去完成去领悟，或许这就是自己所谓的大道吧。元尊的简单一句话，却是将一直以来都困惑很久很久的无量神山之主一语点醒。看来是老朽迂腐了，一味的想要使自己突破天位桎梏，越是差点走火入魔，在神之路上越走越远。多谢元尊，还有这一次无量神界，多谢你们的出手相救了。说完，便是拱手对着元尊和明九王拱手一拜，以表示对他们这次拯救了无量神界的感激之情。虽然无量神山之主
年龄大了些，但是他的资质与天赋也是非常之高。元尊这么一说，也让他对大道的机缘有所感悟一丝。但是仅凭借着这一点，是无法突破天位桎梏的。至于还需要什么契机，只能靠自己日后的机缘了。元尊处理完无量神山之主的事情后，便是将目光锁定了在场的那位黑袍青年身上。一旁的那位明酒王也是将目光望向了黑袍青年，仿佛这位黑袍青年引起了两位主神的关注。萧炎兄弟，你体内的那道力量能否再施展一下，让我看一看？元尊率先出口的对着萧炎淡淡的微笑道。闻言，萧炎也是微微一惊，不过也并没有说什么。他知道元尊说的那股力量是什么，当即便是让自己进入焚神形态。一股奇特的金色力量直接从萧炎的体内暴涌而出，与此同时，萧炎的漆黑瞳孔也变成了金色，给人一种极其的神圣之感。元尊和明酒王二人感受着萧炎所散发出来的那股力量后，眼神微微有所异动。他们同时将自己所修炼的大道神力将萧炎笼罩其中，使得萧炎的身躯根本无法行动。不过他并不慌张，毕竟如果对方想要他的性命，根本不会等到这个时候。对方乃是大道主神，实力根本不是目前自己能够抗衡的。而且从与他们接触过来，这位神界大传奇以及那位神秘势力的明酒王前辈，应该都不是什么坏人，他们更像是守护如今神界的和平。至于为什么他们想要看自己的这道焚神之力，萧炎也没有个明白的答案。随着元尊那气运之力以及明酒王那神秘的力量与焚神之力处碰见，竟是发生了让所有人都震惊的画面。气运之力和神秘之力竟然无法压制住萧炎的焚神之力，反而在三种能量的交替间，竟是紧跟焚神之力的左右两边，非常规律的运转着。看到如此震撼的画面时，众神指强者终于是难以掩饰的震惊。那两位主神的实力大家都是见识过，而萧炎的实力仅仅只是三重天位神，为何两位主神的力量与萧炎的那股金色奇特力量如此的协调？原来如此，看来是真的。元尊嘴角勾了出一道笑容，然后看向萧炎的目光之中更是有了发现新大陆一般的精芒。说起这位萧炎小兄弟，你体内的那股力量在机缘一记时，我就有所感悟了。看来萧炎小友非常不简单啊！就连来自神秘势力的明酒王都是有所被震惊到，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难怪那个时候明月那丫头感应到了这股力量，如今看来一切都讲得通了。元尊一句，明酒王一句，说的萧炎头上一头雾水，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两个对话中的意思。当然，或许只有元尊和明酒王知道他们自己所说话中的意思。元尊前辈，明酒王前辈，我这股力量是什么？你们知晓这股力量的来历？萧炎也将自己心中有些疑惑问题讲了出来。虽然这股力量能够被萧炎所使用，至于真正的来历，他也不清楚。当初激活这道焚神之力，乃是从焚神诀的第三诀焚神九火。来历我倒不是很清楚，不过我敢确定，萧炎小兄弟的这股力量非常的恐怖，而且如果将这股力量彻底的激活后，就会获得大咒中最强的力量——无上神力。元尊的声音不是很大，可是这话传入萧炎以及其他神之耳朵中的时候，却是如雷贯耳般。大咒中最强的力量，无上神力，就连小龙与韩等人都为此感到惊讶。能够让他们这位老爹说出这样话的人不多，而萧炎就是其中之一。武神阁的藏青青、吴学几人虽然一句话没说，但听到元尊这般讲的时候，也让得他们内心无比的震荡，甚至包括其他超神势力之人。不过在萧炎听来，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此前他就已经了解过关于焚神九火的一些信息，及其大咒中的9道神火，便可彻底的施展出焚神九火的真正力量。这股力量只要一降世，它就是大咒中最强的力量，同时还会引得万千大道震荡。能够有这样的大能之力，或许就是传说中的无上神力了。而一旁的明酒王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萧炎，心中喃喃自语起来。这位萧炎小兄弟的这股力量，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就是焚神之力了。只是为什么这焚神之力会出现在一位人类的身上呢？难道说是他？很明显，此时的明酒王看向萧炎的目光更是充满着不可思议以及难以置信。如果真的是他，那么此子的身份更是了不得了。而且明酒王已经迷迷糊糊有了一丝答案，这件事情毕竟要尽快禀报司神。萧炎见在元尊这边没有得到焚神之力的来历后，旋即看向了明酒王，然后轻声说道：明酒王前辈，你知道我这股力量的来历吗？在还没确定这股力量为何会在这萧炎小兄弟身上之前，还是暂时先不要说出来吧。这般想后，明酒王笑道：哈哈，你身上的这股力量非常的奇特强大，至于它的真正来历，老夫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休息在不久的将来，你会知晓的。萧炎只好无奈一声，从他们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对方应该知晓一些的，只是他们并没有打算说出来。而且之前问坟老的时候，坟老也不说，为何大家都不愿意说出焚神之力的真正来历？也正是他们的不说，萧炎更是觉得焚神之力愈发的神秘了。究竟是他们不想说，还是不能说？这一切的根源还是得靠自己去寻找了。当初的焚诀为何要选择自己？种种原因围绕着萧炎心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萧炎小兄弟要尽快提升实力了。你也看到了，
第一等级世界中的强者很多，以你如今三重天位神的实力，还只是低阶天位神，这样的实力在万兽神界倒是能够立足，但这样的实力连进入诸神万界的资格都没有。还有你的那2位兄弟，如今又被召回神指联盟之中。如果我所料不差，你接下来应该会去神指联盟救他们了，对吧？元尊仿佛已经看穿萧炎的想法，开始言归正传。萧炎惊异地看着元尊，没想到对方竟然哪知晓自己的想法。元尊则是继续说道：当初我可以通过神力看到你们3位击败圣神之子，现在自然也能够推测出你接下来所要去做的事情。此话一出，萧炎的表情更是一变，能够如此准确地推算出自己未来所做的事情，实属让人感到震惊。难道这就是元尊所修的气运之道吗？真是玄奥的可怕！诸天气运，唯元独尊，这句话在神界之中流传，果然不假。多谢元尊前辈关照。的确，此番无量神渊之行，就是能够得到神火本源，来提升修为。萧炎也没有隐瞒，来这里就是找神火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如今自己才3重天位神，想要进入诸神万界的资格都没有，更不要想着说是去神指联盟救灵动牧尘2人了。不愧是拥有焚神之力的小兄弟，更够吸收多种神火集于一身来提升本身的实力。在如今整个大洲可不会出现第3个人，因为从古至今唯有2个人，你是第2个。而能够将诸多道神火集于一身提升实力的前提，想必你体内应该是有那道神秘功法吧？明九王一眼就看出了萧炎体内的那道神秘功法就是焚神诀。萧炎只好无奈一笑，没想到自己身上的秘密这么快就被他们看穿了。的确，自己能够收集诸多道神火集于一身，就是因为焚神诀的原因。也是，既然你拥有焚神之力，那么那道神秘功法也会自然选择了你。明九王虽然这么说，可是心里有着一个不解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为何焚神诀选择的是此子？难道此子？明九王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打量着萧炎上下。就在这时，元尊说话了：既然你能够吸收大咒中诸多道的神物神火，那么这道神火本源给你是最佳了。只见元尊的手掌之上，竟是出现了一朵紫色的火莲花，看似晶莹剔透，炫紫迷人。可这火莲花之中所蕴含的力量，确实能够轻易的毁灭一方大剑。就连货真价实的7重天位神见到了，都会有着一丝忌惮，那是灭世神火的本源。萧炎几乎在第一时间惊呼出声，看着元尊手掌上的那道炫紫迷人的火莲花时，眼神也是不自觉地露出一脸渴望之色。毕竟这个东西就是萧炎这次来无量神渊的目的。虽然没有得到那所谓的绝世神器极雷神锤，可这道神火本源对萧炎而言才是最重要的。这道排名9道神火第3名的灭世本源，如果将其炼化吸收，不仅能够让自己的实力突破，还能够习得神火的独门神技。这样的灭世本源，不仅是萧炎想要，就连其他高阶天位神以及巅峰天位神都想要夺取。可现在这道神火本源在元尊的手里，在场的所有超神势力的强者根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更不要说去抢夺元尊手中的灭世本源了。如今这灭世神火已经被打成了本源，就失去了它的灵智。没有灵智的神火本源，虽说是最好吸收炼化，但同时那股力量也是最原始的，那破坏力更是达到惊人的地步。萧炎小兄弟，接好了。元尊微微一笑，手臂一挥，直接将手掌中的那道炫紫火莲花向萧炎这边丢来。就算以萧炎的定力，脸上也是有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之色。这第3名的灭世本源能量，足以让萧炎能够从3重天位神突破至4重天位神，甚至是在分水岭也能够进行彻底的突破，达到5重天位神的领域。如果真可以这样的话，那么先不说能不能够去神指联盟救灵动牧尘，至少这样就有资格进入诸神万界中了。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成为一名超级神智。传闻达到5重天位神的层次后，天位海就会蜕变成天位星辰海，那样的力量怕是更加强悍可怕了。萧炎摊开自己的手掌，那炫紫色的火莲花竟是悬停在了其手掌上。感受到这朵火莲花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时，萧炎体内的血液以及神元之气都在这一刻激烈的翻滚起来。好可怕的神火本源，还没进行炼化吸收，就能够让体内的神元之气有所暴动。萧炎喜出望外，或许将其炼化的话，真的有可能突破到5重天位神的层次，心中暗自的激动道：5重天位神，我萧炎必定踏足。不过这灭世神火本源极其的霸道恐怖，就算你有着那道神秘功法，想要彻底的将其中的能量吸收炼化，至少也要数十年的时间。这也是元尊对火道有着极其造诣极深的萧炎提出的炼化时间。如果是换成其他神旨的话，那就不是这样的时间了，甚至会更长的时间。可元尊不知道的是，萧炎还有着一个叫焚诀空间的地方，这里的时间流速的非常之快，外界1年的时间就相当于焚诀空间内时间的10年。这样子的话，萧炎就能够在外界1年的时间里进行对自身实力的彻底蜕变，成为一名超级神之。不管需要花费多少年，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如果我的实力再不提升的话，那就赶不上元尊前辈还有明九王前辈的步伐了。萧炎也是将他们2人作为他现在的目标，终究有一天自己就踏入大咒的最高境界，成为一位主神。那时候
自己才真正的在大咒中称霸，创立一个比肩神元宫一样的超神巨擘势力，能够与这位来自天元界的大传奇元尊并肩。或许这话在别人的嘴中说出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位炎帝萧炎的嘴中说出，那么却是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实现。元尊和明九王两位主神对萧炎的期望也是十分的看好，特别是元尊，他对大咒未来进行了一次窥探，而且在这次的窥探中发现，在大咒的未来某一角看到一道无上神圣的身影，立于在红色火光之中。至于这道身影究竟是谁，他也不清楚，而且那个画面都是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看清楚那道无上神圣身影的真正面容。但是倒与现在的萧炎有些相似，但又有些不同。至于那道无上神圣的身影是不是萧炎，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如果真的是萧炎，那么萧炎的潜力肯定是不可限量的。如今看似大咒非常的和平，实则已经暗流涌动，特别是神级超神势力的灭神府，这一次更是派出所有的权魔对那恶魔的施救计划。虽然最后没有让他们得逞，可是也花费了不少的力气，但是这些都在元尊的意料之中。这一次元尊早就已经来到了无量神界，没有及时出现，为的就是想看一看眼前的这位萧炎是否就是他在未来某一角窥探到的那位无上神圣身影。可如今来看，他并不确定，所以才对的焚神之力有着一丝看法与想法。如果那道无上神圣身影真的是这位萧炎小兄弟，那他不仅是天命之子，更是有可能成为大咒传说中纪元之子的资格。很多主神对于纪元之子的神位都是有着争先恐后之态，因为他们都想要成为大咒的纪元之子，只有成为纪元之子才能迈出那一步。而如今的大咒就需要像萧炎这般天命之子，以及拥有可能成为纪元之子的资格。如果真的诞生出纪元之子，那么这个大咒才会是真正的和平。可以说，现今的大咒都是以各方强大势力相互制衡，才得以暂时的平静，不然灭神府的形势根本就不会如此井井有条了。直接派出那些更强大的魔物出来，被一方超神势力进行剿灭都是非常轻松的事情。可他们没有那么做，就是因为大咒中还有着隐藏在暗处的强大神秘势力，以至于灭神府在还没完成大计划前也不敢鲁莽行事。虽然也有一些超神势力被魔物侵占，一夜之间被彻底清除，但至少不会将全部的超神势力清除，也是做到有规有矩。但由于灭神府的来历极其的神秘强大，那些隐藏暗处的强大神秘势力也是睁一只眼闭一眼，只要能够制衡住如今大咒的平衡就可以了。哈，好样的，在你的身上我倒是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样子。好好努力修炼，我相信有一天你萧炎小兄弟会与我同等高度的，我很期待到那时你将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强者。元尊对于萧炎这等天赋之人也给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虽然自己本身的实力很强大，可大咒无尽浩瀚，其中肯定还有着比自己更强大的主神强者。自己在大道主神的层次上虽然无敌手，可是在大道之上还有造化以及那传说的无上，只有成为那无上，才是真正的站在了大咒的顶点。傲视诸神，覆灭诸神，万物生死皆是无上动一动小指头的事情。既然这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那么我也该走了。对了，萧炎小兄弟，之前你所获得的天元令中有我的气运之力以及气运大道的一丝机缘，日后他对你在突破大道主神之时会有着不少的帮助。当然，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只要灌入你的那道奇特力量，我也会立刻出现。接下来的事情就靠你自己了。元尊的话说完，然后将目光转向明九王的身上，对着明九王拱手告别道：明九兄，我这就先行回去了，日后有机会我们再见。后者也是微微一笑道：好，日后我们会再见的。与这几人纷纷告别后，元尊便是带着夭夭、小龙与韩吞吞离开了无量神渊之中。萧炎弟弟，日后我们还会再见的。与韩小龙在走之前对着萧炎轻声笑道：小家伙可以，你是我见过除了周元老弟之外天赋最变态之人，加油。吞吞对着萧炎鼓励告别，再见。萧炎挥着自己的手臂告别了神元宫的一众人。萧炎小友，那么老夫也就告辞了。明九王看了一眼大阵之眼，四周没有什么异常之后，简单的与萧炎打了个招呼后，他那枯瘦如柴的老者身影如同电闪雷鸣般的瞬间消失天地间。天际上顿时响起雷霆之声。萧炎望着明九王前辈离开后，才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这一次的无量神渊之行可差点就没命了，只是没想到无量神渊中竟然封印着这样一个恶魔，那可是连汾老这样的人物都得打起10分精神，全力以赴。见到神界大传奇和明九王的离开后，在场的所有超神势力之人的目光扫向萧炎时，多了一分感慨和羡慕。明明只有3重天位神的实力，竟然会被神界大传奇的元尊如此的轻踩，看来此子绝对的不凡啊！日后更是也不知道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后，就犹如是劫后余生的那种舒适感。他们在留在无量神渊之中也没有什么事情了。虽然萧炎的身上有灭世神火本源，可他们可不敢前去抢夺，毕竟灭世本源乃是元尊交给他的，他现在与那位神界大传奇的元尊关系也不一般。如果抢夺了萧炎身上的灭世神火本源，必定会遭到第1等级世界的超神巨擘势力神元宫的追杀，到时候不仅是他们的死，就连自己所在的超神势力
都将会全部覆灭。这就是强大的实力。那个小子真是好运啊！一些超神势力的天骄沉声了一下后，心中多少有些不愿意，不过也没有办法，便是离开了无量深渊中。武神阁的藏青青见大家都逐渐的离开，然后对着身后的队伍说道：“我们也该回去了。”是。队伍之人异口同声。青青姐，你们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情迟点回去。吴雪先是与藏青青说了一下，然后便是转身一步踏出，身影快如闪电般的来到了萧炎的身边，微笑道：“萧炎，这次总算是度过危机了，还好我们都没有事情。接下来你要去哪里？”见到吴雪这道倩影的绝世美人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萧炎微微一愣，然后咽了咽口水，轻咳道：“你不回武神阁吗？”嘿嘿，我想和你一起回去。吴雪虽然非常的主动，但是说出这话之时，脸上也有着一丝红晕浮现。